Hello， 这里是大西岛。每当热点事件发生的时候，假新闻总会像流行病一样在人群中迅速传播开来。在人人都能自媒体的时代，一台手机、一篇文章，任何人都能成为新闻的源头。不光是大 V 发布的假消息，即使是一般个人制造的假新闻，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数以万计的点击和分享。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假新闻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传播开来？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找到假新闻的源头呢？传统新闻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是一种类似新型的网络，少数有影响力的媒体机构发布的消息，通过电视和报纸直接传播给订阅的观众，但此后并不容易继续传播。社交网络则完全相反，消息可以有任何一个人发布，然后被任何人转载。如果一个消息足够有吸引力，它就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信息传播与流行病的传播非常相似。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用 R0 表示一个受感染的人平均能感染其他人的人数， R0 越大，则传播越快越广。而假新闻通过利用人们恐惧、仇恨或者猎奇的心理，让每一个阅读过的人都更容易转发，也就是使得它的 R0 值始终保持在高位。借助网络的力量，它们可以像病毒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影响成千上万的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假消息通过微博、Facebook、Twitter 等各大社交媒体疯狂传播，有用的防疫指南被淹没在海量的仇恨和阴谋论消息以及错误的防疫方法中。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前3个月，偏向 Trump 的假新闻被分享了3000万次，而偏向希拉里的被分享了800万次。这些假新闻带来的害处深入骨髓，作恶者却隐匿在网络中难寻踪迹。而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查找一条新闻的来源时，我们需要面对的将是数以万计甚至亿计的消息数目，以及错综复杂难以追踪的传播途径。下面我们来花点时间思考如何追本溯源。大西同学发言，我只需要随便找一条假新闻 A， 按照它的转发链一直找下去，直到一个用户没有转发任何人，就是假新闻的源头了。西岛同学发言，我把所有找到的假新闻按时间顺序排序，第一条发布的消息就是假新闻的源头了。但现实情况中，传播者在转发假消息的时候，对消息本身添油加醋，增加了追溯最初假新闻源头的难度，并且发布了假消息的用户有可能会把发布过的内容删除掉。这样在调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信息往往只是实际情况的冰山一角。如果转发链上多个用户删除了假新闻，那我们追踪的节点离真实来源就会相当的远，并且实际操作中，我们无法对海量的帖子进行分析，并准确判断一个帖子是否是假新闻，也难以便利分析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这样从某些节点开始顺藤摸瓜找到真实来源的概率就更低了。那么如何才能科学地找到这些假新闻的源头呢？其实这个问题对人类社会并不陌生，类似的，我们常常需要调查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排查一个复杂的机械系统中故障的元件，或者找到一场传染病的起源。这些问题中，节点的实际状态比我们观测到的状态更加复杂，所以暴力溯源最终可能指向错误的源头。但所幸有2条重要的规律：一，我们能观测到节点之间的关系，并构建出一张比观测到的问题节点更完整的关系图；二，问题一定是从源头节点沿着关系图逐渐传播到其他节点的。换句话说，源头节点一定与我们所有能观察到的问题节点之间都存在着一条路径。事实上，我们刚才提到的流行病学模型已经很好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建模。常见的 SIR 传染病模型的3个要素 ：S 未感染人群、I 已感染能传染的人群和 R 已康复不会再传染的人群，可以一一对应到假新闻的情境中。S 即是没有传播的人群， I 则是已经传播假消息的人群， R 则是传播过假消息但被辟谣后删除了假消息的人群。在分析假新闻 SIR 模型的时候，我们只能观察到异样的节点，而不能区分其余的节点。对这些没有观察到异样的节点，我们可以假设它以一定的概率处于 S、I 或者 R 状态。假设可能为 I 是因为检测的准确率不能达到100%。这样，对于任何一个观察到的关系图里，我们就可以枚举出所有节点可能的实际状态。对于每一个可能的实际状态，我们可以推导出上一个可能的实际状态，这样一直向前推导，直到所有节点推导完毕，形成一条传播路径。每一条传播路径都对应着一个可能的概率，而概率最大路径的起点就是我们对源头最合理的推测。在理想情况下，如果这个图是柱状结构，并且具有无限多层，
那么这个概率最大的点就是所有被感染点的 Jordan 中心，也就是测量每个点与所有感染点的距离，得到它们与感染点的最大距离，再按最大距离排序得到最小值的点。从直觉来看，这也符合我们的认知。问题沿着关系网扩散开来，那么这些被感染的点在关系网上的中心就是最接近扩散源头的地方。接下来就是要找到被感染节点的 Jordan 中心。既然所有被感染点都是从感染源扩散开来的，我们也可以从被感染的节点反向传播找到感染中心。这个算法思路很简单，我们让已经观察到的假新闻节点反向向它们的相邻节点发送消息，其他节点第一次接收到消息时则记录下来，并继续向其他的相邻节点转发这个消息。如果某一个时刻有一个节点获得了所有的消息，那么这个节点就是我们找到的最优解。在假新闻跑得比真新闻更快的时代，相比起事后寻找假新闻的制造者，也许更好的方法是切断它的传播途径。而这一切不仅要依靠学界更好的研究，社交媒体更负责的审核，更重要的是需要每个个体理性分析、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不会淹没在假新闻的洪流中。